张凌赫事业正当红，却为何越来越瘦？从将军粉底到高强度工作，他究竟付出了什么？在如今的中国娱乐圈里，张凌赫绝对是一个很难被忽视的名字。高挑的身材，接近1.9米的身高，清冷又斯文的外形，再加上古装造型自带的少年感，让他从出道以来就一直拥有非常高的话题度。从苍兰诀开始崭露头角，到云之羽、宁安如、梦渡华年，再到后来备受关注的竹玉，张凌赫的事业路线越来越清晰，作品一部接一部，商业价值不断上升，曝光度越来越高。可是就在事业一路上升的时候，一个让粉丝越来越担心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张凌赫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瘦。最近一些活动和路透画面被网友讨论之后，不少粉丝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他的造型，而是他的状态。明明拥有接近1.9米的身高，可整个人看起来却越来越单薄，腰线明显变细，骨架感更加突出，有时候站在人群中，甚至给人一种风一吹就要倒的感觉。尤其是在一些活动现场，当他长时间站立或者移动时，偶尔显露出的疲惫状态，更是让粉丝忍不住心疼。很多人开始问，同样是为了事业拼命，为什么张凌赫看起来似乎比以前更轻了？而这背后其实和他过去经历过的减重、睡眠以及高强度工作都有着一定关系。张凌赫出生于1997年12月30日，来自江苏无锡。和很多从小就立志进入娱乐圈的演员不同，他大学期间学习的是电气工程相关专业，甚至在学生时代，他曾经是一个体重接近100公斤的男生。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身材修长、镜头感极强的张凌赫，其实并不是天生如此。为了进入演艺行业，他曾经经历过非常明显的体型变化。据过往公开信息，他曾在较短时间内减掉20多公斤。从接近100公斤到后来成为观众熟悉的高挑男演员，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非常大的身体变化。而娱乐圈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当演员开始拥有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对外形的要求往往也会越来越高。尤其是古装剧，对于男演员来说，身材太壮，穿上多层古装之后容易显得臃肿；身材太瘦，又容易呈现出更加修长、清冷的视觉效果。张凌赫的身材条件本来就非常突出，接近1.9米的身高，再配合偏瘦的体型，穿上古装之后，很容易形成一种漫画男主般的比例，这也成为他的优势。但问题同样存在，当这种瘦逐渐从审美优势变成持续追求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漂亮的身材比例，而是越来越明显的疲惫感。过去曾有一些关于他体重下降的讨论，网络上甚至出现过60多公斤的说法。不过，这类具体数字来源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能简单把网络传言当成准确的健康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张凌赫过去确实经历过明显的体重变化，而他的工作强度也一直不低。更让粉丝担心的是他过去在公开节目和采访中谈到过的睡眠问题。有一次，他提到自己曾经经历过非常严重的睡眠不足，甚至有一段时间1周累计睡眠时间非常少。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极端的状态。而对于一个需要长时间拍戏、记台词、拍夜戏、参加活动，还要不断维持镜头状态的演员来说，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感就更加明显。为了保持清醒，他还曾经大量依赖咖啡因，但身体也会发出信号。当咖啡因摄入过量之后，心慌等不适反应就可能出现。这其实也让很多粉丝意识到，演员镜头前看起来光鲜亮丽，但镜头背后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别人看到的是红毯上的精致西装，是古装剧里的白衣少年，是镜头前完美的侧脸。而演员自己面对的，却可能是凌晨收工、清晨开工、连续拍摄，以及长期无法保持正常作息的生活。更令人心疼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张凌赫也曾被爆出现过身体不适。比如，在拍摄渡华年相关工作期间，曾有过低血糖以及腿部肌肉受伤等情况，甚至需要工作人员和同事帮助。当然，单独一次身体不适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但当减重、睡眠不足、高强度拍摄和身体疲劳等话题不断同时出现时，粉丝的担忧自然也越来越强烈。
毕竟演员可以为了角色改变外形，但身体却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道具。而张凌赫身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的外形争议。说起张凌赫，很多观众一定记得《逐玉》这部作品，在播出之后热度非常高，也让张凌赫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但与此同时，他在剧中的造型也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尤其是谢铮这个角色。按照人物设定，他是一名经历过战场的武将，理论上这种人物应该拥有更加粗粝、凌厉、带有风霜感的气质。可是张凌赫在剧中的部分造型却因为妆容过于精致而遭到吐槽，皮肤太白，底妆太完整，嘴唇颜色明显，再加上整齐的发型和几乎没有战损痕迹的铠甲，让一些网友忍不住调侃他是将军粉底，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位将军好像是先打粉底再去打仗。这个称呼一度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更有意思的是，张凌赫过去在其他作品中也曾因为过于精致的造型被网友赋予类似的调侃称号。从将军粉底到所谓的军阀亮唇，网友吐槽的其实并不完全是张凌赫本人，而是近年来古偶剧越来越精致化的审美。过去的影视剧里，武将可以灰头土脸，可以满脸伤痕，可以被晒黑，可以带着战场留下的痕迹。但现在很多偶像剧里的男性角色，即使刚刚经历一场大战，也依旧要保持发型整齐、皮肤白皙、妆容完整。这种视觉风格当然有它的市场，因为观众喜欢看漂亮的人，平台也需要足够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演员，品牌更喜欢拥有稳定商业价值的明星。于是，演员的外形开始变成一种持续经营的资产。而张凌赫恰好拥有非常明显的外形优势，身高、脸型、比例和古装式配度，让他成为了年轻男演员中非常容易被记住的一张脸。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必须长期维持观众对他的审美期待。这可能才是问题真正复杂的地方。一个演员变瘦，究竟是为了角色，为了镜头效果，为了符合行业审美，还是因为长期工作导致身体状态发生变化？外界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答案。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凭几张照片就判断一个演员到底健不健康。但是粉丝希望看到的，也许并不是一个永远保持完美身材的张凌赫，而是一个能够长期拍戏、长期生活、长期站在镜头前的张凌赫。回头看他的职业经历，其实也非常有代表性。2020年前后进入演艺行业，从相对普通的角色开始积累。2022年，苍兰诀让他的名字真正进入大众视野。随后，云之羽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古装男主形象。宁安如梦让他的讨论度持续提升，杜华年让他继续稳定输出，而逐玉的热度则进一步推动他的事业向更高的位置迈进。从一个电气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到今天拥有众多作品和商业合作的年轻演员，张凌赫走过的路并不算长，但速度非常快。越是这样的上升期，越容易让一个演员进入一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因为事业刚刚起来，机会越来越多，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品牌活动越来越多，综艺、采访、红毯、拍摄全部排在日程表里，每一次曝光都可能影响下一次机会。于是休息反而成为最容易被牺牲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粉丝开始呼吁，不要只关注明星今天有没有变帅，有没有变瘦，造型有没有更精致，也应该关注他们是不是吃得好，睡得够不够，身体有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一个演员真正的职业寿命从来不是靠极端瘦出来的，真正能够让演员走得更远的是稳定的身体状态、持续的创作能力以及足够长久的职业生命。至于张凌赫的感情生活，同样一直是网友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和白鹿合作《宁安如梦》之后，两人的互动曾经引发大量 CP 讨论。但关于两人现实中的感情传闻，双方并没有公开确认恋爱关系，相关讨论也最终逐渐降温。此后，张凌赫和其他合作对象之间也偶尔会出现各种 CP 话题，但总体来说，他本人对于私人感情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态度。相比感情，他现在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还是事业继续向上之后，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因为成名之后最